我爸也跟我说的，你如果老早听我的话，那个自己的积蓄什么东西都有了，然后基本上该有的都有的，婚也结了，不会像现在一样还是单调一个人。但那钱嘛也没有是吧？有点一无所有的感觉是吧？不是感觉，这个面对现实吧，就是一无所有。我是三无产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啊。今天来碰头的这位老兄呢，也是阿拉上海一位非常接地气的大神级人物啊。他呢长得其貌不扬啊，人送外号考夫先生。那么战神老师啊，讲讲你这个不为人知的经历好吧？你这个人生。哎，你好，秋裤老师啊，今天很高兴啊，做客你的节目。不为人知经历对吧？我从小到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从17岁成人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基本上就是把皮到一点，被骗到现在，被骗到现在都是经济上的东西。比如说我在学生时代跟现在都一样的，千篇一律的。比如说有人有困难找我借钱，那么我口袋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点干巴吧，那么把这个东西全部借出去了，然后等到要人家还的时候，人总归是一生一世是找不到的，要么就电话不接。哦，你很多次了，对，很多次，从学生时代一直到工作岗位，一直到社会上。到你现在40岁还这样吗？对，现在还是在这样被人骗。你这个不长记性吧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是屡教不改了，虚心接受屡教不改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改呢？对吧？因为你这钱没地方用了嘛，都要把它戒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，比如说你真的私底下跟我来往很深的话，我这个人呢是比较重义气的，因为我们这种80后、90后的，特别是讲义气的。虽然很多大人眼里面这个义气已经不值得一提了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，是需要讲点义气的。讲点义气比如说你落难了或者手头紧的话，问我调个头寸。其实我自己的经济情况也不大好，但是我硬着头皮也会帮你的，这就是我战神。哎，你借过最多的一次借了多少钱？最多的一次我借了好像是10万吧。10万啊，10万。哎呀，10万就是说也没拿回来。对，人都找不到的。其实我们现在上海人讲起了，也不大喜欢借钱的，基本上有去无回的。借钱人反而是老大了。那么再讲讲其他方面，好吧？那比如说你爸妈呢，对你这个事情怎么看待呢？其实我妈倒还好，因为不帮我啰嗦。其实我爸，关键是我爸一直说我是，就是用我们上海话讲，港独你知道，说句话不听的。其实我爸这个人呢，其实从各方面来讲，都是一个非常牛逼、非常强的人。他干嘛的呢？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平台上面公布我爸是干嘛。我爸其实是搞科研的，许多这种具体的东西也不方便那个，因为单位也有有保密制度对吧？对。我听你讲是不是一个科学家是吧？差不多就这个东西。反正我跟我妈基本上是2个人相依为命的。我爸基本上几个月才见一次。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是要去做保密工作的是吧？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如果人家问我，其实我跟我妈的关系还是处得不错的，跟我爸呢没有我妈那样好，虽然他是我父亲来听你讲，你从小也是很叛逆是吧？对，就你前面讲的不太听父母话的。对，我从小到大，哪怕到现在为止，一直都不听父母话的。就是说我喜欢做的事情，他们基本上都是阻止的。但是如果我从小到大一直听我爸的话，对吧？其实我也不会被骗到现在。这个也是有点意思。其实我爸这个人，我还是蛮敬仰他的。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，就是不喜欢听他话。哎，你指不定听他话的话，你现在指不定这点钱的话，都存下来都不得了了，对的，你讲的是有道理。我爸也跟我说的，你如果老早听我的话，那个自己的积蓄什么东西都有了，然后基本上该有的都有的，婚也结了，不会像现在一样还是单调一个人。但那钱嘛也没有是吧？有点一无所有的感觉是吧？现在其实就是不是感觉，这个面对现实吧，就是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的。人家都是有票子、有婆子，还有房子，我是三无产品那你后不后悔呢？不后悔，既然已经走到现在，都自己造成了，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上海激情第一人，我的激情只能被模仿，不能被超越。哥，最苦的那个时候，我500块钱用3个月。其实跟你们讲，我口袋里面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裤啊。那个战神老师啊，看你那个自媒体上面一副神兜兜的样子啊，但实际上你这个不为人知的一面却很少帮网友们袒露，是吧？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也是想帮网友们一起走进你的心扉，你看来塞吧？来塞的，来吧。好的。那么战神老师啊，你现在40岁了，你说你这个收入是相当不稳定啊，对吧？大概能透露一下吧？我这个收入呢，人家都是1心1意的干一辈子的，我这个收入是四面八方的。就是说，有句俗话说的吧，钱从4面8方来嘛，各行各业我都干。现在这个位置，大家看到我身后是上海南站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刚应聘了一个岗位，就是上海南站火车站地下室做保洁的。
这个职业我觉得非常的新颖。我现在是跟着一个比我稍微年长的一个师傅，师傅吧，然后我也叫他小姐姐的，然后我就跟着他干，这几乎是不累的，反正重活都他干的，我只要这个辅助作用。拎水桶什么了？拎水桶，把他那个有的时候，比如说哪里墙壁掉了，再把它劈一劈，稍微擦一擦。我干的就是这个了。现在，那你以前还干过什么呢？以前还干过 DJ， 还干过音响师。由于我们的特殊原因嘛，口罩的原因啊，生意已经大打折扣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干点杂活，再苦再累嘛都要干嘛，总归要自己的一个糊口要解决。那你这个每个月现在收入能透露一下不啦？现在基本上一个上海的最低工资2800六。哎呦，这个你怎么生活啊？没，你不要说生活了，这个还 OK， 我能挺过去。最苦的那个时候，我500块钱用3个月。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，都是大手大脚换的，那500块钱，那几分钟就没有了。你平时是不是也是一个吃光用光的？虽然说你这个收入很低，对吧？对，差不多。跟着朋友一起出去玩了，难免去吃喝玩还是要的。有的时候那个还要嗨一嗨的。其实跟你们讲，我口袋里面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。啊，那你没了怎么办呢？我就开始做宅了，哪里都不去。所以私底下认识我的朋友，近阶段都知道，你们打电话过来或者微信过来，叫我去哪里吃饭哪里玩，我都说我身体不舒服，或者是我不去，对吧？我如果出来吃，我总要还嘛，我用什么来还呢？所以我坚决就不来了啊，不来了。兄弟姐妹们，这个东西大家体谅一下啊。哦，你也不好意思问人家条头寸的是吧？对，我自己开口去问人家那个呢。其实有千年难办的，基本上如果大家如果有困难啊，只要我有，尽管来找我吧。但是我觉得，对于这个经济来讲，我们还是要勤俭节约比较好啊。勤俭节约。退休之前我就挂掉了，我觉得教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心情不好也就这样，心情好又是另外一种心态，那何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压抑呢？能嗨就嗨，过一天是一天。那么战神老师啊，你好像没怎么上过班。是不愿意上班吗？以前其实我也是从上班族过来的，但是每个单位呢，我基本上都是干了1年就走了。这个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吧，因为我是射手座，比较自由的，固定的一个地方登了时间长了，都熟悉了啊，然后我就要去探索新的区域去了，是这个样子。比如说在别人眼里面看到我这个人好像是就是说没有定心，其实不是的啊，我只想探索。射手座的男人一生都在探索。就是说你正统的上过班的，上了多久？正统的上过班就是我06年毕业的嘛，我是应期大毕业的，到北京奥运会结束，然后我基本上就没怎么上过班了，就开始自己搞点零工什么的了，就做 DJ 的音响的活动，对吧？对，用耳机一戴，那个手一搓，这种感觉非常生命奔放的刹那，这是我觉得做活动还蛮有意思的，虽然不稳定啊，其实挺好玩，苦归苦，还是蛮好玩的。但是意味着就是说你不怎么上过班，说明你这个交金其实没怎么交过，是吧？五险一金什么的，对，这个东西我都没有的。其实我有一个很实际的想法，但我不知道大家讲的对不对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平均人的年龄呢也不是很长，万一如果到退休之前我就挂掉了，我觉得交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不在乎的，就将来考虑来讲。但是你这个医保你前面可以用呀，对吧？这个医保你也不太看毛病的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身体非常强壮，哪怕我身上比如说都有伤什么东西，我敢保证2-3天以后，按照我的免疫力。自动复原，再疼我也能挺过去啊！你有点像这个蜥蜴啊，是吧？它有这个再生能力对，再生能力。蜥蜴人你是？我好像也有特殊体质。你看，你说你身体好，怎么在咳嗽了？你看，那最近因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空气不太好，对吧？其实你对未来还是没有什么考虑的，对吧？不交金嘛就不交金了，对吧？哪怕现在收入低也收入低了。对，这个东西不交金，但是对未来的创景，我还是非常的 OK 的。我想我应该能够实现。未来的梦想，终极梦想是什么呢？赚钱。对，就2个字，现在就人生在世就2个字，赚钱最实在。也不要说什么你的梦想什么东西，梦想什么，就是钱，不实际。对，钱就赚，钱放在口袋里永远是自己的，自己走到哪里都不怕的，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基本上我哪里都不去的。等我稍微好起来的时候，一点点好起来的时候，大家尽量打电话给我啊。看得出来你还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啊，你有点这个过一天嗨一天的这种感觉，对吧？你心情不好也就这样，心情好又是另外一种心态，那何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压抑呢？能嗨就嗨，过一天是一天。所以我的网名叫上海激情第一人，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的人生格言。干！
阿拉爷娘会辛辛苦苦赚个钞票，全部赔光了个。战神老师啊，听讲你这个40岁还帮父母住在一起啊，住在那个老公房里面是吧？这个的从小父母对我也非常的关心，非常的爱护，因为他们虽然我40岁了，他们还是不放心我，不放心你，不放心我，怕你闯祸还是怎么样？一个是闯祸，一个是把家里的厨房给嘣给炸掉，因为以前有过。就怕你乱给人家借钱，被人家骗，对吧？还有就这个，老早读书我经常帮人家出头，老师班主任没打电话叫阿拉爷娘少去，要么拿人家头敲开，要么就拿人家哪能一直接弄了骨折。进了医院进了大概半年，阿拉爷娘会辛辛苦苦赚个钞票，全部赔光了个。比如讲今天星期一啊，学堂里去了。礼拜两下半天，老师又来只电话，那叫我阿拉爷不好意思了，带阿拉娘去了。2个人轮流叫，你去了好7、8趟了。其实我父母到现在为止，其实还是对我不放心的。我觉得往后的日子，我要让他们放心，不能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其实你讲，你其实爸妈的话还是有房子的，对吧？但他们还是不放心你跟你住在一起。对。其实也可以撒手了，对吧？你都40岁的人了，对吧？是啊，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有的时候，比如说他们就算我跟我爸妈分居住了，他们3天2头还会回来看一眼，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忙，有的时候不回来，对吧？东西都动过都理过，我就知道我妈回来过了。哦，你别说，还是对你还是蛮好的。对他们暗中也会做很多那个协助我的事情的。这个对于作为他们父母来说，我是非常的感激他们的。感激他们，因为没有他们，也没有我那个现在那么，对吧？是那么健全的，对吧？大家看到，都是靠父母抚养到现在的。对，就讲㑚爷娘就讲普通窗户搿是一方面，主要还是想照顾侬，对吧？对。看侬搿个还没成家嘞，对吧？家头生活怕侬勿来三，对吧？实际上我私底下这样跟阿拉爷娘也没哪能交流，最多跟我父亲是个申花球迷了，其实就有的时候聊的最多就球。你早点成家的话，他们估计就没什么事了，对吧？对的，所以这个目标呢，我也近几年吧，争取早点完成，可以让他们该旅游，该玩的玩了。因为我以前谈过的几个女朋友呢，基本上都是身材协会的，身材非常的好，非常有魅力的那种。战神老师啊，通过前面的视频啊，知道你这个每月收入啊只有2800多，到现在40岁呢，老婆们也没找到。但实际上你对这个老婆的这个选择的要求还不低哦。对老婆的选择要求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是身材协会的，我身材协会，你脸长得再怎么样无所谓，但是身材一定要好。脸长得怎么样不要紧啊，脸长得不脸也不可能长得像外星人这样，也不可能，对吧？基本上看得过去就行了。哦，看得过去。但是择偶标准首选就是身材，你身材一好的话，我这个状态马上就1分钟1秒钟就融入其中。因为我以前谈过的几个女朋友呢，基本上都是身材协会的，身材非常的好，非常有魅力的那种，东方女性的神韵全在她们身上。然后就是因为我穷啊，被他们泡醉了。他们走的时候连说都不说一声，我回来一看，哟，行李箱没了，衣服没了，我就知道乱了。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呢？你不仅要对自己的父母好，你要对这个我的父母也好啊，这个就 OK 了。但我发现你很多网上人说你这个卖相啊比较一般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这个倒也谈过不少朋友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因为虽然是吧，颜值就这样，大家也知道，但是女朋友没有少谈过。但是我教大家一招啊，你们看到心仪的小姑娘，不要跟她啰嗦。找一个什么比较像这种地方，一个手撑上去跟他比动一下，你看一下他会挣扎吧？如果挣扎，你就不要去跟他啰嗦了；如果不挣扎，就说明你有戏。我说的，你作为男方来讲，只要你喜欢，主动权一定要在你手里啊！记住，你手里。战神老师啊，你虽然说这个其貌不扬，对吧？而且经济收入都比较差，但是你说你这个谈过也不少恋爱啊，对吧？而且经常性是软饭硬吃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真的，我们现在正儿八经的我们在恋爱了啊！我真的是手头上，比如说啊，已经那个了。比如说我要买样东西啊，真的没钱的话，是吧？有的时候，比如说脸一拉，直接说来，把身上的那个钱块钱给我，我要买样东西。好，然后他倒还蛮配合的。你每个女朋友都很配合的，就直接给我了。可能应该是大概我那个脸拉下来这个样子太吓人了吧？可能惊动了他们，所以他们很自觉的就把钱给我了，这个样子。哦，这是软饭硬吃。当得我哪一天有钱了，什么样的女的都会来找我。为什么异性不肯接触我呢？就是因为我穷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。那么战神老师啊，像阿拉上海，像你这个40岁左右没结婚的这个男孩子啊，其实还蛮多的，对吧？不知道你对这个婚姻是怎么看法？作为你一个40岁的单身男孩啊，虽然已经单身至今了，但是对婚姻这个事情来说，还是
非常渴望的，不是比较渴望，是非常渴望的。想结婚生子的。对，然后就凭着自己的颜值差，看我的着装都是，20年前穿的，我到现在还在穿，这么有变啊！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其次，关键是当等到我哪一天有钱了，什么样的女的都会来找我，是吧？对。但是现在为什么异性不肯跟接触我呢？就是因为我穷啊。等我翻身了以后，你看一下你们这帮人会不会来找我？有些女的还是蛮现实的，基本上都现实的。对，反正我接触的，因为别人我不敢讲，因为我接触的几个女朋友呢，就非常现实的，就谈崩的到最后对，谈不的都是基本上10有8九都是因为这个。啊，他们会怎么跟你讲呢？跟着我没有希望的，这个其实蛮伤人心的。那么他认识你之前，他应该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呀，还跟着你干嘛呢？一开始，对他们想改变我的，因为他们也看见了，因为现在很多作为男生来讲都是很压抑，都是戴着面具，他们觉得我一点好，人正常的，人又很嗨，可以把那个家庭生活和比如说不管什么样的，只要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会快乐，都很快乐啊。他们可能寻求一时刺激吧，来长时间看，呀，这个男的是怎么这个样子的啦？后来慢慢的就那个，对，光有快乐不行啊，得有钱是吧？啊，一定要有实际的东西。那你对现在就是说社会上面很多这个丁克和不愿意结婚的，你怎么看呢？这个事情呢，我也就不排斥。真的丁克碰到一个女的能跟我一辈子在一起啊，能够有个精神寄托啊，比如说不生小孩了，也就不生了吧，也就不生了。因为社会压力真的太大了，学费了什么费了都要有对吧？如果你小孩不要的话，这点费用都省去来了。但是我你来讲，你还是想生的啊？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，想传宗接代的一些。对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中国的传统嘛，这个东西还是必要的。你说自己的小孩总是喜欢的了，对吧？就算我生了一个邋里头女子，自家好。对。我们当时就在民政局分的时候，他可能找我下家了。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道德的。那个战神老师啊，听讲你也是差点就结婚了，是一个奇葩的故事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哇，这个事情你也听说了，对，牛逼，太牛逼！是这样的，当时在2022年的，我印象很深刻，2022年的1月6号，本来是2个人应该是去拿证的，当时一个好玩的，跟他2个人，我们走的路上还是非常高兴的。好，他突然跟我讲，肚子饿了，我现在都饿死，你随便买，我都吃的。我说好的，走，我们一起去那个。我搞了一个牛奶，搞了一个那个热狗的一个面包，还搞了一点那个酱的吧。好，我打给他以后，他拿在手里一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，那么难吃的。哦哟，这下一弄，我马上脸拉下来，然后举着他的那个热狗和早餐东西，我像守门员一样的大脚砰就把它吃掉了。这么牛逼啊！然后我们就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我们当时就在民政局分的时候。民政局门口分的时候，对，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话，本人现在肯定是已婚人士啊，已婚人士了。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？他要这样子跟你翻毛腔一下子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翻毛，可能他可能找我下家，那干嘛跟你去民政局门口呢？可能是故意找茬故意找这个茬了，这个东西在去民政局之前都没找到茬，这次找到茬了，这个我觉得不道德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道德的。那么你正好也上他枪了，对吧？你要是那个时候没发火。没发我们那个现在是主持人亚子飞来，我当时如果稍微冷一冷的话，冷一冷，我叫他现在再牛逼牛逼不起来的根本就。那么你跟他的话，那个时候谈了多久呢？我跟他基本上从我们2021年，我们其实就谈了几个月，连半年都不到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倒不介意你这个，比如说经济能力比较差一点。其实也介意的，然后被我忽悠，我骗他的，我说我在外面做了几百万工程，等到结了款，我们买房子。其实这个都是只忽悠的东西，我就骗他，就想先把婚姻先解决了，后面再慢慢来。我本来是这个想法结果到最后，然后没想到出现了就这点小插曲那这个也不能怪他，对吧？对，那他说明他本来可能就对你这个经济能力有点不放心的，对吧？找这个茬来当时其实我的脾气也没收敛，我的脾气也是那种。那个叫什么？很暴的，对吧？非常暴躁的一个人，这个没办法，过去了就过去了吧，反正将来的日子还在，下一个更好，是吧？下一个会更好。其实一个人的感觉是挺好的，想去哪就去哪，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费用，对吧？把自己过好，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战神老师其实像上海很多你这样40岁左右的男孩子很多都没结婚的，对吧？那像你父母会催你吗？催婚？催以前嘛是肯定催的，但是你的时间长了，侬想看40几岁人了，已经老油条了，已经没什么再催，已经没什么有再催头了，已经催来催去，对吧？我就想
有的时候弄得不好，像我们家庭还好，有的时候你看别人家里吹好就吵架了，离家出走都有了，事情搞大了。其实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啊，你们现在暂时找不到女朋友的兄弟也不要灰心，其实一个人的感觉是挺好的，想去哪就去哪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费用，对吧？把自己过好，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大家就周围去看一圈看讲，对吧？已婚人士啊，你看都是，比如说兄弟闺蜜要吃饭的，哎呦不能去，要带小孩，哎呦家里没人，哎呦还有什么样，对吧？束缚很多，对吧？都被束缚很多东西，难免跟同事一起出去旅游也不行。老婆的束缚，老公的束缚，小孩的束缚，还有亲戚朋友的束缚，就这个样子。有时候还有经济的束缚了，对吧？对，有的就比如说身上1000块钱，一个人的话10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，但是2个人3个人要考虑一下了，对吧？其实你到手真正的东西很少，大部分的东西全部是给了你的老婆或你的小孩。哦，对，这2种生活的话，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？2种生活的话，我更倾向于哪一种啊？我目前状态，我只能倾向于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，因为这样对我来说比较有利一点。对，是比较有利的。说如果我在这条路上呢，啪，突然之间奇迹发生了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被束缚的那种感觉。让所有接触过我的前女友们后悔去吧。那个战神老师啊，听讲你这个家里也是拆迁了不少房子啊，虽然你现在很落魄，但手上房产多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事情以前跟我所有的前女友我都没有透露过，就是想来考验他们，但是没想到没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。因为他们看你表面就是工作也不行，对吧？对，收入又低，至于你没跟他们讲你有那么多拆迁房子啊？从来不讲这个东西，也没什么讲头。如果为了这个东西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必要的事情，一点必要都没有的。2个人在一起，关键就是要真诚，要有孝心嘛，对吧？那实际上来说，你这个大概拆迁了多少房子呢？今天能公布一下吧？这样的，我可以非常打办法。如果哪个小姐姐，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，如果对我战神有意思的话，如果将来我们真的能在一起，我保证你这辈子，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这是唯一可以保证的东西啊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追我的，可以放马过来了啊。家人们啊，对我有意思的小姐姐们啊，我已经领子活到搿搭了，已经活到搿个地步了，拿足我定心放心，侬跟了我有绝对放心。就算你不工作，我也照样养得起，用代工资我靠，顶峰。然后我顺便对我的前女友们说一下，你们后悔去吧。那你这个拆迁房子打算怎么变现呢？比如说卖掉、出租，以出租为主，每个月拿钱，这是最实际的呀。好的，如果好几套的话，对吧？每个月租金也蛮可观的，对的。小孩每个人对吧？人家月租费贵了些，不便宜哎。对。